暴饮暴食出新章，说谎马卡龙传唱 AI 乐曲人人见，羊群效应破天荒。朋友们，这里是新假弹王奥斯卡。最近呢，说谎的马卡龙在 B 站上那是掀起了一波贱 AI 热潮。你现在看到的 B 站搜索栏里面10个视频里面9个都是贱说谎的马卡龙，到底是不是 AI？ 有的人说是，有的人说不是呢。剩下的一波人羊群效应，看哪个 UP 主顺眼就跟着哪个 UP 主的思路来去维护或抨击说谎的马卡龙。那么我呢，刚刚在直播的时候与很多混音师进行了讨论，然后呢也完完整整的把所有的分轨扒下来的分轨好好的听了一下，然后呢这是我得出的结论：说谎的马卡龙并不全是 AI， 它的鼓是人做的，但是呢它的一开始的 lead 以及它的合成器有极大的 AI 的可能性，所以呢它有可能是 AI 扒了一半的带，然后人工的补上了自己的鼓。但是呢，我还想说的一点是，这首歌的混音真的是使到极致了。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这个视频。但是首先呢，我想说的是，你们都看的是他们 MP3， 那么 MP3 有啥好看的？你如果真的要去做一些这种贱 AI 视频的话，我觉得你至少本身你的音频也得是 FLAC 起步吧。刚刚在直播的时候下载下来音频，这个暴饮暴食屁的说谎的马卡龙这个音频之后，首先我就发现了一个疑问，这个 FLAC 音频出奇的小，你们可以看到大小只有 15.5 个 MB， 然后详细细节里面比特率只有971 kbps， 而我们通过与其他的 FLAC 文件对比，比如说有 Asobi 的 Undead， 它也是 FLAC 文件，但是它的 FLAC 文件呢就是2037 kbps。 蔡徐坤的重生啊，我从小就是坤坤粉丝啊，坤太厉害了啊！蔡徐坤的重生也有1836 kbps。 作为一个 FLAC 文件，你只有971 kbps， 会不会有点太小呢？当然，这不排除 Spotify 有进行2次压缩的可能性，所以说呢，并不能因为这个文件大小来盖棺定论。那么拖进 Ableton Live 之后，我瞬间发现了一个事情。一般来说呢，当你混完一首歌曲时候，你要做的事情呢就是母带。那么母带呢，基本上呢是在总轨 master 轨道上挂一个 limiter， 具体参数你调多少都无所谓，但是目的是你要让你的歌曲达到一个恒定的响度，来达到一个业界的标准。那么大部分的音频文件在经过母带处理之后，都会至少达到-8、-9 RUFS 的程度，甚至呢有些音频文件，比如说 Skrillex 的一些 Dubstep 以及 Yoasobi 的 Undead， 甚至达到了-4 LFS 这么响的一个程度。但是这个音频，这个暴饮暴食屁却显得非常的清纯，它是响度战争的反对者。你们可以看到，从始至终没有一个音波是在0刻度线之上的，这代表了他纯洁的内心，代表了他对于响度战争无声的反抗。让我们为暴饮暴食屁鼓掌。我们可以来先测一下整体的暴饮暴食屁的这首歌，它的响度究竟有多大。可以看到，在最高潮的部分，它居然也只有-11.8、-12 LUFS， 这是一个非常轻的程度。我们来对比一下 Goes Through。你们可以看到，不仅响度给我干到了-6.3 LUFS， 而且呢，这个音波图本身也是像个大香肠一样，音频在被限幅之后呢，变得非常的恒定。而这对于现在市面上的几乎所有的歌都一样。比如说我的 Echoes of a Madman 背包喷气机的主题曲，萨萨库瑞的拉布塔高潮部分也是大香肠，Yoasobi的 Undead 那就是全程的大香肠，而就连 Drake 的 Rap Drill 风格也是填满了整个电瓶。那么
为什么这首歌没有一点大香肠，反而显得那么的小呢？现在你去下载很多 AI 作曲的歌，它的音频本身它就会像是这样一样，导致它的音频就像一个鱼骨一样，时高时低。而这也是很多人建 AI 乐曲的一种方法。但是呢，在我之后与直播网友探讨的时候呢，我又发现了一些新的东西。首先呢，我当时在听这个 drop 的时候，我发现这个 drop 感觉有点怪，感觉为什么声音越听越来越轻了。后来呢，我仔细的听了一下这个高潮部分，发现真的变轻了。可以看到在开头的时候还有负11 dB， 但到后面慢慢的变轻了，变到负12.5 dB 之后又突然变响了，这是为什么呢？而我们来去仔细分析这一段的音频的时候，你也可以很清楚的发现，这个高潮的部分怎么音波慢慢变小了。我并不觉得正常人如果去做一首工程的话，它的音波图在高潮的时候会慢慢变小吧。那我接着在进行对于分轨的分析的时候，我又发现了一些新的东西。首先是很多人就是说大家都在看的这个视频，它呢通过了一个叫 spectrogram 的一个频谱来去分析它的低频忽高忽低，来去鉴定它6个 kick 在前6个 kick 呢分别都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一点呢我就要想说了，首先呢你播的音频是来自于 B 站的2压视频，而我们都知道音频在经历过第一次压缩之后，就是从 FLAC 嵌入到视频之后导出为320 kbps 之后呢，本身呢会对音频做一些细致化的处理，在大部分听感上都差不多，但是呢在频谱上却会有这样那样的小出入。这个视频上传到 B 站之后，因为 B 站又会对它进行2压，所以呢你再分析一个 B 站2压的频谱，这是不是有点片面了？那么呢我这边用 FLAC 音质呢，我这边也有 spectrogram， 那我这边呢我来给大家播一下开头。首先呢，我并不觉得你通过一个 spectrogram 能够看出太多的东西，因为毕竟这个低频本身它不仅有鼓的要素，它还有 bass 的要素，而这两者被粘合到一起的时候，它就会呢对低频进行一些相位的处理。那么很多人就要问了，Oscar， 那你说的跟这6个 kick 不一样又有什么关系呢？这还真有直接的关系，这是我从他身上截取的一个 kick， 然后呢这是呢我自己配的一个 bass。 我们来把这两者一起播放之后呢，看一下它的音频究竟一不一样。我们就循环播放第一段吧，相同的 MIDI， 相同的音频，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音波。你会发现为什么是同样的 MIDI 同样的音频，这音波居然是不一样的？答案是因为这个 bass 插件本身呢，它是一键多音采样，就是当你按下同一个 MIDI 键的时候，它会播放不同的采样，循序的播放多个采样，而这也直接的导致了你的音频直接变得不一样。特别是如果你去看它的鼓，我们来看一下开头的这个鼓啊，然后呢我们来听一下它的 bass。 那么当这两者一起播放的时候，这个在具体的频谱上是不是差别就出来了？如果它的这个音频都是一样，就是说呢我强行采样了这个 bass， 现在呢它的音频就是一样的。那么我现在播放2个不同音高的 bass 采样，
我们再来与同一个 kick 一起播放，看一下它的音频会出现什么样的效果。你会看到 Oscar 为什么这个音频又不一样了？如果学过物理的小朋友都知道，每一个音频它都是有固定的频率的，而当频率越快，你的这个音频的音高也就会越高。而当你有两个不同频率的音频叠在一起的时候，它呢之间就会进行相位的叠加。如果两个音频的相位刚好是同一级别，比如说刚好是往上拨的，那么它的音频那个波就会变得更大。而如果两个音频的相位是反着的，比如说一个正一个负，那么它就会进行相位抵消，那么它的音频就会缩到这个中间来。那么这也是在这儿发生的事情。你们可以看到，在不同的地方，因为贝斯音高的不同，所以说呢，这个鼓跟贝斯频率上面，有的地方它的频率变大了，有的地方它的频率相位抵消了，而它的相位的不同也很好的体现在了这个音波的频谱上。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我们在看这个频谱的时候，你们会发现 kick 或者是低频不一样的原因。那么如果你这么去键 kick， 是不是有点太片面了呢？那么我通过一些特殊的手段来去得到了这些这个鼓组的采样分轨。那么我们可以来听一下现在分离出来的鼓组听的是什么样的感觉。是不是听着就干净恒定了很多呢？那我们现在可以来做的一件事情呢，就是把相同的两个 kick 放到一起，我们来分析一下它的波形。首先我们可以来直观的看到这个 kick 呢，它呢是非常的一样的，尽管是被分离出来之后，可能有交叉感染，可能有一些音频上的损失，但能看得出来这个鼓组的顺态以及它的拖尾，它都是一模一样的，以及背后的这个贝斯的拖尾也是非常非常的相似的。如果是 AI 做出来的鼓，你们能确定这个顺态和这个后面的贝斯能做到完全一致吗？那么如果你再不信的话，我可以加一个 utility。那么 utility 里面有一个东西呢，叫做反向。我们复制出来这个鼓，反向操作了一下之后呢，来去跟上面的鼓一同播放。你们可以听到大部分的鼓都没有了，而这就是因为这个两个鼓相位的抵消了，留下呢就是一些 artifacts， 一些颗粒的效果。那很多人来说了，Oscar 我们来键一下 snare 吧。看到没？这个 snare 就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声音了，说明在反向之后，这两个音频几乎是彻底的抵消了彼此。所以说呢，这个呢就可以鉴定这个鼓不是由 AI 写的。但是我们来讲一下最开始的这个 lead。但凡用过苏努威的小伙伴都知道，这个 lead 非常非常的常见，特别是最开始的这个我们来把这个单独播放一下试试看。这是什么东西呢？这应该不是把一个音频给反向操作了吧？如果我们把这个反向我们来看一下，这也不像啊。难道说这个音频就是 AI 创建的？因为如果知道 AI 作曲的小伙伴呢，他们很喜欢在开头或者是在一些乐句的拖尾处带来一些非常奇怪的杂声，而这个杂声就是我说的。它可能 AI 是想模拟这个从轻到重的一个 lead 的一个渐变，但是呢，它没有做好，因为它是 AI， 是不是？所以呢，这个 AI 的味道就很重。在这个视频的
第二部分，我想好好的讲一下这首曲子混音有多么的差。那么好巧不巧的是，我的朋友先不写音乐发给我了一个这个 P 主的截图，它是一个 FL Studio 的工程截图，大名鼎鼎的暴饮暴食 P 主，他到底是怎么混音的啊？我操！你们可以看到这个 EQ 是人做的吗？这个电瓶红了那么一大块，爆出了那么多的长度，这是人做的吗？这当然是人做的，这不仅是人做的，这还太是人做了，因为这跟 AI 完全相反。AI 是电瓶给你空出10个 dB 的空间，这位 P 主呢是巴不得把 EQ 也做成像鱼骨一样，然后电瓶给你压出10个 dB 的红线，这真的是反又叉叉呀。那么我可以推断出它大体的过程应该是这样的，他在做这首歌的时候呢，他不会混音，他的电瓶爆炸之后呢，在 FL Studio 导出的时候，应该把整首音频 master 轨道给 normalize 了。这个 normalize 呢，就是让你的音频最大的那一个部分刚好卡在0刻度线以下，这样呢就能保证你整个音频都在0刻度线以下，而不会爆电瓶。但是这也导致了，如果你之前没有一个非常好的母带处理，而你的音频又像个鱼骨一样，而刚好你有一个地方的鱼骨特别大的时候，比如说这儿，哇，你看这鱼骨太大了，它大到刚好卡在0刻度线之下，而其他的部分又比这个鱼骨呢小太多，所以整首曲子呢就变得非常的轻，而这就变成了这首歌现在的样子。我认定呢，这首曲子有2种可能，一种呢是暴饮暴食 P 太菜了，然后呢他不会混音，他混音像屎一样。首先他的鼓就比其他的声部要大好多，其次呢他爆电瓶之后呢，他 normalize 之后呢，导致整个音频变得很轻，所以呢才有了现在这样的鱼骨。第二种可能呢是他经过 AI 8代之后呢，他替换掉了这个鼓和贝斯，而具体的暴饮暴食 P 有没有使用 AI， 这我们不得而知。具体他使用了什么 AI， 用了多少，在哪儿用 AI， 这最终的结论只有他自己出来澄清，要么发工程文件自证清白，要么呢自证使用 AI 之后呢向大家道歉。但是呢他也可以装作无视，或者呢他可以完全不知道这个事情，有人见他 AI 这个事情，然后呢继续开开心心的写自己的歌曲。这个时候就有很多人要问了，那么像之前比如说什么 AI 键画之类的，不是很容易的可以看出来这个 AI 作画里面的这些瑕疵，包括什么阴影线条上的错误吗？答案是是的。但是呢跟这首曲子一样，如果给你一个 AI 的底稿，但是呢加上了人工的辅助修改上色，并且最后的调色，你还能看出来这是 AI 的作画吗？我是新假糖王 Oscar，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